巴拿马种树绿色移民路。哈，种树也能移民？Hola，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这种听起来像童话故事的移民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来深入研究这个充满机会而且门槛比想象中更低的移民巴拿马途径吧。Vamos。这个听起来有点酷的巴拿马森林投资居留签证，是巴拿马政府突然想要大家去当农夫吗？还是说这真的是一个正式的移民政策呢？当然是玩真的了，这个是属于巴拿马经济类别的移民政策。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推出这个绿色通道，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吸引外国朋友来投资，然后就送你巴拿马的长期居留，让你可以在那边 long stay 了。哦，所以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啦，而是行之有年的政策咯。对啊，它的法律依据来源于2008年的法令，所以算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投资移民方式哦。你想想，一边帮忙种树，一边还能拿到巴拿马的居留权，这不就是一箭双雕啊？种树办移民，光听起来就像在玩开心农场。那具体有什么申请要求呢？难道要扛着锄头去报名吗？嘿，先发好你的锄头再慢慢说啊。根据巴拿马官方网站的资料，外国人只要投资10万至36万美元，用于植树造林或森林种植，或者其他经过环境部批准的项目了，就可以获得巴拿马的居留权了。最低投资10万美元，这个数字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买房移民比起来，超能力指数马上降了不少诶，感觉从买砖头变成买木头咯。嘿嘿，你可以这样理解，买房移民动不动就要30万美金起跳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看看那支影片，连接就放在下面说明栏。如果想要携带家属，需要增加投资吗？每位家属增加2000美元，当然也要提供关系证明啊。那么投资10万跟36万，这中间的超能力也差蛮多的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简单分为 Plan A 跟 Plan B 来看看吧。Plan A 投资10万美金种树，申请成功后会先拿到一个2年的临时居留权，等这2年表现良好，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了，正式成为巴拿马的永久居民。然后 Plan B 就更直接了，投资36万以上，种一片森林啊，申请成功后马上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了。果然是有钱使的马推磨，多砸点钱就能马上变身加速师，加速2年进度，永久居留修一下就到手了。话说回来，这2种方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透过投资森林来获得巴拿马居留权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在拿到永久居留后，这笔投资必须维持至少5年。如果时间还没到你就撤资了，居留资格可是会被取消哦。看来巴拿马允许加速进场，但是下车前可要考虑清楚哦。搞不好签证被 DQ， 那就后果自负咯吼。对啊，所以选择投资10万美元的 Plan A， 算上临时居留的那2年和办理手续的时间，差不多需要维持投资8年左右。而选择投资36万美元的 Plan B， 就只需要维持5年。如果这真的是一个能赚钱的 good deal， 估计也不会急着收割走人吧。移民去种树，巴拿马最酷。对政策有基本了解后，不如再来开箱一下森林投资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简单来说，就像是在巴拿马领养一片森林，通常有2种玩法。第一种就是买块地自己当地主，然后撸起袖子加油干，体验自己种树的乐趣。第2种就是直接加入现有运营的种树俱乐部，也就是参与已经在环境部注册的项目了。听起来第一种像是在巴拿马开了一个树木银行的个人户，第2种就像是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那么对于新手村民来说，哪种方式会比较容易上手呢？如果你对种树有满腔热情，而且有相应的技术经验，自己买块地就有很大的弹性。但对于我们这些都市丛林族，可能连仙人掌都养不好的话，
就不要说管理一片森林了。所以投资到现有的项目，让专业人士帮我们一键种树，显得会更加方便很多啊。确实如此，这样只要偶尔关心一下树宝宝长高了没就好。那投资这种森林项目，实际上种什么树呢？还有要多久才能长大成材，看到收益呢？巴拿马这边比较常见的是种柚木，这种树木生长周期比较长，通常需要25年左右才能完全成熟，然后进行最后的商业采伐。不过在漫长的等待期，通常会在第4年、第8年、第15年和第18年左右进行阶段性收割，也就是间伐，这也会产生一些收益了。所以并不是要等到25年后才有大礼包咯，中间还是会有小小的奖励啊。是啊，最终大奖会在25年后揭晓，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耐心以及时间的长期投资方式哦。那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剧情反转，像是突然来一场森林大火，投资不就全都泡汤了吗？确实有可能会发生，所以选择专业的团队就非常重要。他们通常会有经验应对各种突发状况，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投资回报，所以选择一个靠谱的森林保姆很重要。八国种树一条龙，移民投资利润丰。你觉得这种投资移民方式怎么样呢？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想法哦。说了这么多，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钱的问题啊，不如就按照一个目前所知的实际项目，好好帮大家算算，这笔投资会帮我们生金蛋，还是被割韭菜呢？这算是一个市面上最常见的投资方案了。地点位于达里恩，入场券为10万美元，有9万是用来购买土地和树木，剩下1万美元就是预付未来8年的森林保姆费。按照投资时间长度来说，大致分为2种情况：持有8年或者持有25年。如果是为了拿居留权为主要目标，那么8年的时间应该足够了。但如果想要完整的收成期，最好就投资25年咯，是这样理解吧？没错啊，先来看看第一种情况，快闪投资8年拿居留，在8年以后，种树公司可以提供按当初土地购买价格的50%保证回购的选项哦。等等，保证回购好像不错啊，至少有个保底嘛。那这样算10万美元的投资会变成多少呢？表面上看是这样没错，但这个后会要的价格就比较骨折了。他们承诺8年后会用当初土地购买价格50%回收，也就是4万5千美元。诶，这足足少了5万5耶，平均下来每年亏损将近7%，这跟想象中的投资好像不太一样啊。对啊，单纯从投资回报来看，这绝对是负分了。但如果目标是拿巴拿马的居留权，那这笔钱或许可以看作是移民入场券哦。看来为了拿到居留权，还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呀。那如果把眼光放长一点的话，持有投资25年，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呢？第二种情况以25年为期，等到这些柚木长成砍伐后，管理公司会先抽走20%的收益，当作是管理费，剩下的80%就归宿主所有了。而且巴拿马政府还有免税优惠哦。这28分账听起来才像话嘛，感觉终于有机会拿到大奖啦。柚木在国际市场上一直都是抢手货，价格也是相对稳定，甚至还有缓慢上涨的趋势哦。所以长期持有确实有机会发大财了。不要纸上谈兵啦，简单估算一下，25年后到底能赚多少钱呢？好的，以下的计算主要是根据一些公开资料来推算，大家就当作是一个参考吧。这个项目每块地售价为10万美元，大约是1.36公顷。有专家估计，通常5公顷的土地可以产出900至1000立方米的成熟柚木。再参考国际市场上柚木原木的价格，大约每立方米在470到716美元之间。按这些条件，用 AI 计算一下，25年后收成卖掉，投资回报率会落在-8%至55%之间。这个范围也薛定谔的猫了吧？
一下亏钱，一下赚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也许就是长期投资的魅力和风险所在了。25年后会变成怎样，谁知道呢？投资这方面没有相关经验，真的很难说啊。还要考虑木材的品质不同，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哦。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中间只是建法也能带来一些收益，再加上巴拿马政府给的免税红包，如果25年后木材价格真的上涨呢？这样看来，长期持有还是比较有盼头，还能用较低成本拿到巴拿马居留权，也算是额外的 bonus 吧。没错，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投资周期非常长，资金在25年内流动性会比较低，投资回报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承受长期风险的准备哦。总之，种树移民的前期可能有点烧钱，后期有机会开花结果咯。巴拿马森林投资跟我们常听到的买房移民比起来，到底要选哪个好呢？先来看看基本情况，然后再做对比吧。森林投资移民透过投资10万美元就能获得2年临时居留权，而买房移民要求投资至少30万美元的房地产，相比之下，森林投资是亲民不少啦。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2年后就能申请永久居留，也能带上家人，每多一位只要多加2000美元，这点倒是挺一致的。那么这两种移民方式各自的优势在哪里呢？从投资角度看，房地产是更常见的投资方式，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跟评估价值，还能出租当个包租婆，或者等房价上涨再卖掉赚一笔啊。这样看来，买房感觉安全点啊。那森林投资呢？森林投资短期内转手离场是很容易亏损，所以更偏向于长期投资。感觉就像在帮未来的子孙种摇钱树咯。你形容的还蛮贴切了。所以我觉得森林投资移民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这些特别的朋友。第一，就是那种口袋不深但眼光远大的朋友，如果手上刚好有30万美元，选择买房移民，钱就直接变成砖头水泥了。万一在之后巴拿马的生活遇到什么紧急状况，那就压力山大了。没错，但如果选择先花10万去种树，剩下的20万可以在巴拿马慢慢逼，这样感觉好像比较有弹性哦。对啊。第二种呢，就是那些对市场行情特别有 sense 的朋友，也许他们会看到我们这些外行人所看不到的绿色商机，经过专业评估分析，说不定这真的是一个 good deal 呢。说不定到时候柚木价格翻好几倍，小树主就变木材大亨了哈。但无论是选择什么方式，最重要还是做好移民功课哦。想了解更多移民巴拿马的资讯，来看看这支影片吧。记得按赞、留言、分享，你的支持就是种出好内容的动力哦。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乔乔，拜拜。